闻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我第一次夜钓哎、真的、啊？我拉力很大哎。哦，够力！还在冲！哎，我这个要起来了！可以的。对啊。会射出来啊！不可以叫，好，不可以叫。他讲了。哦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抓过所有的鳗鱼都比它还要有力。哇！你最厉害了！哇，好管子哎！距离台湾东南方33公里的海面上，有座岛屿称为绿岛。特殊的火山岩和珊瑚礁地形，不仅打造绝美的水下胜地，崎岖的海岸线更暗藏海中恶霸食蟹鳗。这不仅让我好奇，岩蟹一般都是飞檐走壁，想见上一面都不容易。究竟食蟹鳗有何本事，能够先发制人，成为岩蟹死对头呢？更别提想把硬壳的岩蟹制服，这口利牙绝对是个狠角色。更扯的是，想赌食蟹鳗，竟然得出动大炮。正常来讲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你要炮够。绿岛是这个的话，原则上是绿岛人的传统方法，就是不会去伤到那个鳗鱼。那我们不开车，你说走什么道？道，那条是以前的古道，这有路哦，小心哦，有路。这是古道哦。对，大家慢慢走，安全第一。哎，一边是悬崖哈，一边是那个掉下去你就不用抓鳗鱼了。以为是草地。来，那一根炮管给我好了，专业的啦。啊，专业的。可以，我专业。你这样不像在打仗。你看，丹哥常走，一看就知道他常走。小心！大撞漏头。注意了，上面忘了，注意了，下面忘了上面。忘记上面有树。没事，我录到。小心到这里的时候，麻烦你们侧着走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滑。好，反正上下都要注意哦。哦，小心头。好。哇，以前村庄人也都是这样来回这样走。对，以前没有路，都是用这个在走的，这叫古道。然后底下有村庄，有住着1、2户人家住在底下。现在还有吗？现在没了。这一般观光客不会知道吧？不会吧？一般游客比较不晓得，而且这个路的话本身有一定的难度，尤其下雨天你没有穿鞋子的话也不好走，一般的鞋子不好走。没有，你一般要么就是你过去，你不会知道这有个洞口可以走进来。哦，对，不知道的人，你也不敢自己走进来，你不知道这是。会通到哪？对啊，走一走，如果是个断崖，不危险。这个不算路。这个是梅花鹿在走的，现在。哦，梅花鹿在走的路。梅花鹿。跟着山哥脚步一路往海边下切，荒烟蔓草的古道遇上梅雨搅局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油上，站不稳就算了，只要一踩空，就是无路可退的万丈深渊。就要庆幸自己胸部没有很大。哇，好大哦！它是用保特瓶哎。那个瓶盖啦，或者保特瓶盖，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。不要这样子。绿岛的贝壳被人家剪光，就这样子，他只好去找。对啊，找垃圾，不要。对啊。行啦，帮他找个贝壳。所以尽可能来绿岛的话，不要去捡贝壳，哦，就让它可以。然后它可以，对，可以自然的在里面待着。对。哦，看到海了。
找地方开始下了。好，这边就可以下。这边可以啊。小心哦，这个那个水不要注意哦，不要那个不要踩空哦。可以吗？好。你准备上了？什么叫？去吧，我派出小怪兽。他的能力就是捕鳗鱼、采科。哦，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出现了！还好他没有，还好他没有跟。我聪明，我选了这条路。刚才这样看起来是很像沙，不可以踩水哦，很恐怖哦。因为里面有可能很硬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里面有落差很高，你到时候骨折很危险哦。千万不要踩。我刚才想说啊，沙子。因为那边很多沙子都是。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那个。好险你走在我前面。大哥永远是对的。这海滩简直就是踩地雷的翻版，浑浊的水洼很容易会误以为是沙地，踩空没事算运气好，要是遇到小腿深的凹洞，累残在这片沿岸中，哈哈，绝对皮开肉绽，哭爹喊娘。你注意看这一条海沟，往外看，对，我们这边很浅，哎，对，这边很浅，几乎都是干的，对，但是它涨潮，我刚刚有讲。涨对潮大潮的时候，水位会到我们的一个人的高度。涨潮的时候，鳗鱼会溜进来，那我们要找很多的洞穴。所以你看这个海沟，其实你注意看很多的洞穴，这个鳗鱼的就是说藏在最喜欢阴暗的角落。对，我们就找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们要鱼头啊，那个黄鳍尾鱼。哇，真的。你们看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黄鳍尾鱼的煎鱼的头，那我们只要往里面塞，好像这样子塞进去，好，它只能进不能出。你看它往里面塞，对，直接这样，对，它就在里面。那这个放在这边，好放着，可是它卡住了。对，就是要让它卡住。等一下我们要搬石头过来把它压着。那我们等一下有的话呢，还要再去找绳子来绑住，绑在这边，免得大浪来的时候不要飘。我以为要塞到这个洞。没有，为什么塞在这里？因为呢，它会从洞上面上来，或者是从上面上来，两边都可以进。要找一个通道给它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在他家的门口附近放堵它。对，让它进不了。他出家门就不见了。别人的。他教我。所以这个装着之后呢，石头压着就很像他第二个家。那有鱼腥味，它就溜进去啊。等一下的话，给你放一下。找石头。对，你们去找石头哈。OK， 交给你们的。快，这边很快，赶快去。为什么我有点在画告你？小刚，把它压着。这样子压住吗？从旁边塞住。哎，卡住它。对，卡住它。一个找石头，一个去找绳子，给你们两个人，一个人一个任务，看谁要轻的，谁要找。来，剪刀给你，去。那你找石头。找到剪刀哦。剪。哎，小刚这边有石头。我把你拿远一点。哎，离。哎呦，这还你好坏哦！你找到了，绳子看到吗？就地取材。对啊，是希望有这种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带了。好，你要多长的绳子都有，废物利用。好，这一条拿着就可以够用了。好，走。好，拿起来。对，然后绑起来。尽量绑紧。绑紧之后再压石头。压石头的作用就不要让它乱飘乱用。那个鳗鱼它靠近的时候，如果你这边在晃动的话，鳗鱼它就不敢进去。你听得懂意思吗？哦，他就觉得这个不安全。它这个就真的是陷阱了。我们石头要压紧。但是早期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样的？也是像这样的工具吗？长的，就是钩扎席。早期的话是用竹子编制的，然后比较轻吗？对，竹子比较轻，所以变成也是要绑紧。那他们也是放在这种地方，你不能放太深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，
不是只有鳗鱼，我们要找一种专门吃那个小螃蟹的鳗鱼。我们绿岛叫做阿拉姆。特种的这有吗？没有，它就专门以螃蟹为主。它专门吃螃蟹，所以他们就专门吃阿拉，吃螃蟹。绿岛人螃蟹叫做阿拉，所以我那叫阿拉姆。利用海废摆正布局，用完再带走。山哥除了废物利用，也希望减少垃圾量，还给海洋该有的面貌。毕竟从小在这座岛上长大的他，海不仅是家，也是生活的经济命脉。有吗？它在游，跑掉了，它有露出一个小头，露出个头了。这只没有进去的，台湾还没有回家吃饭。它不是黑黑的鳗鱼，它这是有一个露头花纹。我们笼子里面也有。有哎，你看这个有没有？它这个花纹很像蛇。感觉里面塞超好像有哎，有，真的。你不要手被咬了，我跟你讲，会咬。阿三哥，你这颗石头放太大了吧？一人一边2个，可能要帮忙。这可以。你小心。好，丢到旁边。OK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拿上去之后要拿到岸上，要不然你在这边现拆的话，马上一溜掉就掰了。就掰了。好。很凶吗？好重哦！天哪！不知道。这些鱼，如果这样垂直，它会掉吗？不会吧？真的蛮重的，该不会是石头吧？有，我们看得到。看得到。这个有8分满。没有，里面还有那个鱼饵。有吗？吃完。好几只，有，可以看得到。好，这个先放旁边，然后我们再去找另外一个。还有一个。哇，你放2个哦。这一只是那个迫击炮，等下还有一只高射炮。放在这边，要记得哪边哦？可以给他洗个澡。地方哦，等一下我们要在珊瑚礁这边走了。三哥不要忘记哦。要不要？可以先给它泡水。好，我们去找第2个 ，Go。真的会来这边都是绿岛本地的，都是绿岛人比较多。对，真正绿岛人才会知道。这只就放的比较深，有可能会中大只的鳗鱼。这只放的比较深。你看这边还有水，小心哦。脚不要敲到喽。好。你走了。好的。等下鳗鱼出来会吓死你。这么戏剧化。有，很重啦，不是石头，这只怎么那么大？没有那个绳子，你要那边有绳子哦，给我点绳子。很重。他很想给你绳子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重。真的吗？真的重。我觉得你是在做效果。我没有，而且它特别大只哎。所以刚才大概都是高射炮嘛。我们要先抬上去对。对，抬上它，然后来看一下。我们等下先抬那边偷瞄一下，看有没有开到脚。小心哦。好。这只有比刚刚那只重吗？有，真的有。那有希望了。我们先偷瞄一下，拔一下。超重的，这一个人。哎呦，金甲呢？真的啊？我骗人的。三哥，我这么怎么样？三哥？我是剖析。台咪的怎么样？我觉得里面是有龙虾吧，啪啪啪的声音。我不知道啊，等下看一下就知道。但是我觉得比我昨天放下去的饵还要重。龙虾也会进去哦？不知道啊。我们现在搬到沙滩好不好？真的重。三哥，我告诉你，我把它弄过去了，你现在可以看了。我不要，这样跑出来我的脸咬。我觉得你在设陷阱给我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重。因为刚才比刚才那个快重1倍了。先往岸上走，然后等一下一样。因为你如果在这边马上要溜掉了。然后有开箱。上去了。你们2个穿这个很适合去打仗。你们2个不错哦，还没有北咖啡呢。今天结束之后，我就不会再去做重训。加油，还有50公尺。这么远？还有50公尺。你郑重一点，这个真的蛮重啊，这个满1管，还是它都是石头被海水冲进去的石头，可能扛一堆石头。我觉得超过40公斤。超过了。
吧？这么重？这个大概要50。因为以我平常拿重训硬举的这样子硬举的感觉，我觉得应该有35、40以上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在这边。你尽量不要走弯路，请考虑到后面的女子。对不起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先把它泡一下水。好，来洗个澡哦。来啊，凉快一下啊。好。那个是淡水啦，下雨的淡水。哦，真的，刚刚。他喝海水，他喝海水。以为想洗澡就洗错澡，你要帮他洗澡嘞？整个泡着它会比较舒服。吐水了，吐水。好。我觉得水倒掉轻很多哎。我们刚刚是排很多水啊。轻超多了。海边抓鱼就泡淡水。拍谁啦，山哥？扛着将近50公斤重的炮管，别说100公尺啦，光50公尺我们都想哭哭降落降落啊！我就问，这葫芦里到底装什么东西啊？把这个垃圾收起来，收在里面，我们篮子里面。好，应该是。感觉哦，应该是蛮多，因为这一阵子都没有人来设陷阱。他们很饿。你们也很饿。会射出来。哦，很多，好粗哦，好粗，真的假的？近看近看，哎，GoPro进去，好恐怖哦！不要骂脏话。马来西亚给 B，他开始生气起，很粗哎，是太黑了，里面太黑了。等一下，丢一点。而且它的目前看起来有点像，他感觉很像蛇盘踞在一个地方。对，但它的花纹有点像鲁曼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。你们两个负责抓，然后袋子要盖起来，免得它跑掉。它里面会有那个鱼饵会有臭味，是很正常的。好，哎，来，等一下啊，这边放这里。我用，你们两个用那边哦，讲一下啊。好，不可以叫。他讲喽。哦，是不是有点太多？太扯吧，我以为几条而已。对，它满满的。等一下，吓到！等一下，你们说不可以叫，我他妈你被咬，我怕你被咬，被你吓死！他咬你的手，怎么办？他咬你的手，你吓死我了！哎，他跟我们想的那个鳗真的很不一样，他头像啊，哎哦，很凶，这个真的很凶，很凶，这个其实很凶，所以一定要带沙子，他这样子没有办法。看他从管子里面再进去。啊，他要咬你了，他要咬你了，凶很凶，让他进到水里面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不可以让他进到水里。我们现在一个，你最厉害了，你这边切你手。很凶哦。我看他嘴巴，哇，那有管子哎！好，进去了。是不是？哇！一滴都没少。原来我就是鳗鱼之子。里面还有一袋，里面还有一袋现在也不能打开，这个也倒不出来，怎么办？啊，倒那一袋，对，先倒这袋。哎，他刚刚嘴巴超大的耶。对啊，所以我说咬人。刚刚他手伸出来在你旁边要咬你，我帮你手拨开，你吓到我也吓到。你打结球，你打结球，刚才还说不可以叫，我吓死了。等下这个我先把它绑起来。好，来，怎么会这么多啊？对啊。没有陷阱设的好。你们两个没有北卡得啊？啊，里面有很多沙子哦。没关系。好，很可怕。你开一个小孔，然后把那个人GoPro嘟进去。我来。对，好吧。我靠，战况很激烈，很多多了吧？那个是什么？那个鱼鳃，鱼鳃饵。对。这大概有十几条有了。对啊，这个就是那个这种的，就是我们讲的哈，它不是金钱鳗鱼，这个专门吃螃蟹，我那个讲阿拉姆。嘿，这种就全部都是。对，那这个吃尖的，对，很凶哦。你看，它看镜头了。我现在想起来，你干嘛急？它如果在海里面，你潜水，它底部的珊瑚礁这样冲出来，这样子攻击，对不对？攻击性很强。对。所以刚刚你被吓到，我也被吓到，我是怕你被咬。然后我们都被你们吓到，好像我们整组的人都吓到。爆弹要大叫啊！我想说分手蛮坚强，三个在笑死。因为他从洞里面
溜出来，你没有抓紧，而且它是刚好留一个刚好一条鳗鱼的洞，它就溜出来在你的手旁边那边，你看它多凶，你看它出来就咬管子了。它咬你一缩，它咬住你一缩，它会变成是。所以我里面刚好拨你的手，所以它刚在我手这边。对，哇，好惊险像你手一拨掉的时候，马上就跳出来了，你吓一跳，我也吓一跳。我们还有一管呢，我们有一管小的。惊险。怎么办？这一管怎么办？哎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想不到石蟹鳗的攻击力完全是眼镜蛇等级，主动攻击的气势根本不把人放在眼里，就连老手山哥都吓得惊声尖叫。后面这管谁来拆弹啊？哎，哇，你自己开奖很自动自发了呢，好。对啊。哦，然后你们两个，等下你不要整个到处都飞的都是。等下你到我拿的那个袋子。好。你们两个真的 lucky 运气不错，就是有那可以收获不错。等一下。哎，可以开了哈。先立起来，然后你要用那个敲松。哦，敲松。等一下，小心。这边。哇塞，超满的，我天哪！哇，也很满呢。你看他口，你看他嘴巴已经张开，能看到？他看到我们嘴巴就已经开始张开。等一下，有吗？我先抓好。我要离你们两个远一点。不会啊，三哥，我们很幸运，你忘了。好喽。好，你到。等一下哦，先不要动哦，先不要往外抽。我们是专业的。对。这样，是不是？哦。哎，你那一袋一直在蠕动哎。好，专业的。你看他头在这边。那边也是。满满的，这个现在没有办法，看到底有几条。对，可以，那边有网袋，我们要从这边移过去网袋。哦，这个全部移到一袋吗？没有，移2袋试试看。等下整个先进去，我要把那个鱼饵有没有？弄出来是。对，不要倒，让它滑进去。哦，用滑的。不要倒，漱口用的。对。哇，好粗哦！哇塞，活力很旺哎。你看大的随时都要攻击人。对，这个也是很不安分。里面还很多哎。哎，你漱口要再漱紧一点，它可能会从这里。对，有。很凶的打飞。他们要打的。没有，要给它放在沙子，让它的那个黏液。被沙子弄掉。我的脚还会震动，有没有生命力很强？真的很多，这一袋我看就有30几只哦。对，这是上等货。这一条可以卖多少钱啊？不知道，我们很少在卖，都自己抓来。真假？还是我们今天来卖看？这个哇，哎，小心！我里面还有更大只的，夹在脚会动。可这个三个你们哇，死亡翻滚，好有力哦。哎，这真的没有弄好，这个袋子会被它弄破。对，里面还有很多。现在抓还是不会卖到餐厅或者什么，一般人很少卖了，没有听过游客来绿岛吃鳗鱼的，没有，就是你们自己家里吃。有啦，抓那么多怎么办？分送给亲朋好友。把小只的放回海里，然后就继续让它长大，大只的我们可以抓起来吃，这样也不会去影响到生态。对，然后也比较环保，而且它们其实都没有受伤。对。他们其实每一只都，你看生命力都很强，旺盛。那我们只要抓1、2只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们剪刀石头布，你们两个看谁要挑。但是小刚啊，哦，世界第一12年，我天，你很天小刚的，世界第一真的遇到第一了。哇，好肥哦那只。还有很多，开玩笑，还有好几条，有没有很大只？完了，我们碰到第一人史上第一次遭遇的状况，抓太多，从来没有想过，对，抓那么多不知道怎么挑，但重点是也不敢挑，我们到底怎么处理它？而且重点是三哥也不敢挑。你知道它立的地方在前面有弯度的这个地方，不是你后面那个。砍了6刀了，你还讲？我改变过那个位置。哎，它很刺哎。对。要削到剩白色。对。你阿伟，你看这剩1、2、3、4，剩5片了。最传统的当地吃法，绿岛的岛桃哈，它这已经磨成粉了啦，而且它的汤汁啊是乳白色的，我觉得炒出来很特别。我以为加了什么腐乳酱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。
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选最粗的啦，选个2只最两。还没开哎，对啊，你那一只很粗啊，你那一只很粗啊，我刚刚看到了。一直吐上来的那一只，好出来，出来啊！这只大，这只粗，这粗。哦，难怪他们喜欢这个味道。这个鱼腥味，鱼腥味真重。它感觉要开始要反咬哦，小心那只大的在旁边哦，它要靠近。好 ，OK， 差不多了，3只而已。3只哈。好，应该没了。收紧。哦。我跟你说，这石蟹鳗不止攻击力快如眼镜蛇，咬住猎物后的死亡翻滚根本就是蟒蛇的翻版，想跟它1对1定钩机简直玩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抓它呢，其实就要像抓蛇一样抓头，打蛇打7寸。你真的有把握吗？没有。那现在沾满沙子应该比较好抓。对。这边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让它没有办法头转过来咬。好，抓着，好，去洗一洗，洗干净才看得出真面目。洗了它就跑嘞。不会啦，你放心，我们有那么多只可以轮流抓啊，可以抓10次啊。哇塞！哇塞！它还是凶很凶。好会装哦，你手要抓紧就可以了。但它刚才硬转。不会了，不会，好，你抓啊！你们1人抓1只嘛。先抓头比较。哎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要抓紧，慢慢抓紧，然后后面你要抓后面，对，抓着，好，你抓着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其实是等一下，微微的出力啊，没有把它抓得很死，因为你抓越用力，它反而像鳗鱼一样，你抓越用力，它就会越反抗。这只你的，你轻轻的 hold 着。这只你的，我有想抓。没有办法，它还是会。它比我抓过所有的鳗鱼、鲈鳗都还要有力，我这只算资优生，好好上课，好好听课。小心哦，哇，它咬到有度。哎，刚咬我的鞋子，它咬到同伴想说我很衰。没有，等一下，咬着，抓，先把它放。我把它咬肚子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会头先进去吗？你们这一集整个语无伦次了。我很举重。我觉得我们的语无伦次是因为3哥的关系。选好鳗，其他的就要放回大海。满满2袋的海鳗出闸，这画面光看头皮都发麻。那只也，很大只哦，小心哦。哇，他想要攻击你，好去咬你，他去咬你。他说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，放陷阱。想很久了。他在那边不会，然后嘴巴张开在干嘛？他在呼吸呀。你看都统一的，它这个鳗鱼的话都是那个阿伽毛，那个阿伽毛，就你看颜色都差不多，我们就主要设定我们要抓的鱼类鳗鱼。所有的鳗鱼都没有受伤，也没有死掉。对，我们抓上去看一看，我们要的我们择取那个大只的抓起来，然后小只的我们还是回去让它再长大一点。哎，所以这种是虽然是绿岛的传统捕鱼方法，但是不伤害，其实这种不伤害生态。对，就跟它才是跟大自然和平共存。对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小的，它攻击性其实很强。像刚刚我们在那边开箱的时候，其实有什么不怕？最怕的就是开箱那一刹那，因为它的那个生命力超强的，攻击性超强。对呀，刚刚在看它那个扭力有没有？哎，扭力啦，翻滚。对，还有它上来就咬，刚还咬我的鞋子啦，还有你咬到对你手。你如果没有穿鞋子或者戴手套的话，很危险。而且料理一下，要不然被吓成这样子。不知道怎么要用它压筋。被吓成这样子，我脚背牙好不好？只是哎呦。一直在旁边，我什么时候跑过来的？哪里？在那里啦！我在洗这个，突然怎么旁边有一个黑影冲过来，去打像手背粗的或者大腿粗的，打到的时候你没有让他一枪毙命，他过来整个手把扳断了，他就这样扭，整个手裂开呢，那比鸡啊更较惨呢。他的攻击力，他看到攻击力很强呢。
只能说好在我们抓的是徒子徒孙，不然照山哥说法，赌到大尾恶霸真的只有投降的份。尽管过程惊险，与神同行把大家搞得狼狈不堪，甚至吓到花容失色，但看到这座绿岛限定的渔夫好料，一切辛苦都值得啦。这个皮，这野生的一定超 Q， 我光想都可以想到。来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如何？好吃哦。它的肉其实蛮细的，吃不到太多一丝一丝的那种纤维鱼肉，对，吃不到太多纤维，然后非常的厚实，可是却嫩。对，它比较像是有点不像鱼。对。我之前吃那个绿鬣蜥。Hello， 我们讲口感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口感是什么样子。我们要讲一些普通的东西。对不起。比如说像是豆腐、青菜、鸡蛋这种普通。请问你讲绿鬣蜥，谁会知道？前面观众朋友谁吃过？我们怎么知道绿鬣蜥的口感？对。不会换一个形容方式，你这形容没有人知道。你看它这个皮，你看我这样夹，它不会散，就是不会散。哇，好 Q 哦！对啊，它的皮不是那种厚实的鱼皮，它是，但也不是那种薄薄的，对，一下就你吃得到烂光的那种满胶质那种软嫩的口感。因为有一些鱼皮比较厚的话，它需要就是会有点脆脆的那种感觉，它没有，它还是滑嫩，好像果冻，好像果冻的感觉。我来喝汤哦。它油脂其实也蛮丰富的。哇，这胶原蛋白超多了。对女生一定很好，我要喝这个。对，然后你现在吃完皮，我现在这样吃完皮，这样喝个汤，整个嘴巴黏黏的，不溜哦，黏黏的。它完全可以跟汤一起下去。对啊，很不需要咀嚼，很滑。对啊，好滑顺哦，滑顺。你直接配汤喝就好了。是不是？跟哥走挑绿岛就要玩的不一样，玩的最到底。尤其走进当地人的日常，会发现平常那些走过错过的路边草地，竟然是岛民的山珍 buffet。我们现在这一片算是野生的吗？这拢野生的，拢野生的，规岛拢是啦，拢介济这伊咧繁殖足紧的嘛吼。较早是咧做冻风的，就是咧种地瓜花生嘛。然后到冬天，它东北季风很强，那农作物都会被打死掉、打坏掉了。所以要把它种起来。挡这个种那个林头树嘛，可以挡风。对，是。还得冻风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去采它的林头心、拉倒心。拉到新尾啊！你是不是整颗哦？无，干那新尾啊！咱要做菜咧，用的就是新尾啊！早期绿岛因为物资匮乏，所以当地居民便发挥巧思，是将挡风的林头树变身桌上佳肴。不过我看这林头树全身都是刺，规张顶扣扣，实在看不懂哪里好吃哎。好哇！恶魔果实超大颗的耶！拿来看，很硬。它其实你硬要讲，它也可以有点像是那个凤梨，海凤梨嘛，对，或者是它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菠萝蜜。但我们这次要的不是这个，我们是要心，这个是果。手头的这是规张爱凑起来。无凑尾啊就好啊，凑尾啊就好啊。真正尾啊吼，凑起来安尼。哦，看得起来是更硬的哦。对，它这样子有一点点像。我先做一下，我就把那个下掉了哦，看咱要几倍呢？把它下掉。哦，所以不是树心里面，我以为是枝干里面的。没有，就是它是尾端这一段而已。哦，只有这一段能吃。对，因为较油啦。啊，你这样要盖牢吼，外口这个无掰掉要盖牢。
哎呀，你这样拨一拨剩没了。对，所以讲在拍这用这票的吼，要浅绿色比较嫩，是不是？对，后面这个。你整个下来已经只剩4片了，你还要再。这样要裁很多，你才能炒盘。对啊，这个很辛苦，这个哦，这北这个又有对。这个是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啊。这个是怎么吃？安尼就要剥，又有对，你就加落去，对，这样剥，盖油了，哎呀。哎，真的很，你看很软的，很像薄薄的笋子片。对，它表皮很像黑板那种滴滴滴的那种声音。它吃到最后淡淡的甜味。这个你吃过吗？这个也太小。哇，大哥你错对这辛苦的呀！你这偷心大到偷到最后只留这么一点点。哦，所以讲你蛮这个辛苦了，就刚这地你吃过，哎，可以啊。有比较好吃吗？可以啊。哦，现在这个就很像嫩笋心，就跟我们讲那个半天笋口感是一模一样的。而且它很多片合在一起，吃起来比较有口感吧？对。在下面太在下面呢？在像那较早这地你起低的。哦。我跟你说，别看大哥手起刀落，轻松入袋，试过才知道如何柔中带刚，刚中带刀，每一刀都是马，看技巧办事啊。你要配音啊？啊，你以为是那个韩剧那一部吗？221。哦，看你怎么把它心取出来啊？怎么拿？我看你怎么拿，看你怎么拿心啊？可以啦。可以吗？我在部落里面也是很会踩这些。不说话，都阿爹要喝啤啊，这个是哪个？哇塞，你送你一朵花。我觉得托塔天王。对啊，赏起520记。他吃的东西好白。对呀，你不觉得吗？这个弄完都饱了，不想吃。弄就会觉得算了，饿了。太轻了。我头越卡越长。你知道它立的地方是在前面有弯处的这个地方，不是你后面那个。我都砍了6刀了，你还讲？我有改变过那个位置。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有下刀啊。哎呦，可以。小心你的脚。对，很多人镰刀是先砍自己脚的，对不对，大哥？你们可以对我稍微放心一点。这样，我觉得大哥跟小刚比你很怕被。因为他一甩出去，给追。把这上面都砍掉了，那个削掉就好了，这样下掉。削掉了。哎，哦，用这下掉这。斜角这样。对，卡到下。好，那好。好。卡到这。手比较好。哎，它很刺哎。对，所以它刺是顺向，顺向拿。那下。哦，好。这样行。我去就对。有大哥拿我们就靠近。对。因为你现在正前方没有什么人嘛，所以没有关系，人数来吃大叔下面啦。重点是这个辣椒、椒麻香，然后配了米干堡。试试看，它的酱汁里面我们加一点醋，会可以解。千万不要忘记把你的钥匙拿出来。然后可以折20块，钥匙我就收下来。那我怎么可以出间？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。它身上白白的，对，白白的，来对较油的，下掉，就油的哈。看到没？我刚刚裁那么一大片，结果现在只有这个可以吃。对啊，是不是有一种，你会觉得我今天一整天在干嘛？就你一整天砍了上百颗，然后回去只有半篮，对，人家还会有没有？对，人家还会觉得你是不是偷懒，知道吗？
俗话说得好，谁知盘中飧，片片皆辛苦。就在咱们人数大战了几百回，千刀万剐了上万刀，忙了一整个早上，才得来这2盘战果的滋味啊！最传统的当地吃法，绿岛的岛桃哈，你看到没有？它汤汁是这样乳白色的，它没有加什么腐乳酱，没有加什么其他特殊的那个调味，就是那个土豆的那个，对，土豆本身的颜色磨好，然后现在倒下去，淋下去，对，加了之后果然好吃非常多，就是跟刚才那边吃的不太一样，味道不一样，而且刚刚那边吃的口感呢是比较那种脆脆的，有点涩，但是这个吃起来它就是那种一般笋子的那种感觉了。它煮熟以后比较像，真的像笋子，真的像嫩笋的口感。但它吃起来还是比笋子韧。你一大口的话，你还要多咀嚼一下。但你看它这个地方就嫩了。对。这个地方就嫩了。就是你要削的比较干净一点。嫩的好吃。如果说这桌好料是岛民限定，那么另一款推荐就一定要跟大家报后康。毕竟出门走跳，怎么住的溯溪，就让哥来告诉你。欢迎光临哇大叔！哎呀，这是我们4人的海景房，这边有很漂亮的 view， 然后还有个很大的阳台，质感进来其实真的蛮舒服的，就简单干净。然后色调很舒服，这样子的房型在这边有几间？在这样的房型，这边只有2间是最珍贵的房间，因为我们房子盖的方向，所以向外的就是我们最珍贵的2间海景房。然后我们的这个钥匙，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民宿的开房间的功能以外，我们还可以凭着我们的钥匙去林花园那边使用那边的公共空间，就是最重要的泳池。对，然后还有跟在 GT 大叔也有一个更大的泳池，我们也可以凭着我们的钥匙，在我们的这几间民宿的客人都可以去那边共享那边的资源。没错，正所谓钥匙在手，福利就有，把握关键 key man， 走跳绿岛大街，绝对开启幸福的味蕾。来吃大叔下面啦，听说它下面很好吃。哎呦！说好的大叔呢？怎么变美女了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可以介绍一下吗？那个大叔下面有哪几种？它下面有很多种。不要紧张。我不要紧张，是不是？最受欢迎的是我们对啊，算是如果牛肉面跟葱油拌面都很多人点。说到这个，差点忘记。哎，我要让 K 呢，这个听说是来这边要给你是不是？对，给我，然后可以折20块。哦，有打折。房间那个钥匙我就收下来。那我怎么回房间？重点是这个辣椒，椒麻香，这个会肚子饿哎。它最好的方式就一口面一口肉就一起。好，配这个卤三宝。它的味道酱汁比较特别，我们是自己卤的牛肉之外，它的酱汁里面我们加一点醋，所以会可以解。录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没掉。听说是来这边要给你是不是？对，给我，然后可以折20块。哦，有打折。房间那个钥匙我就收下来。那我怎么回房间？店长，这样不行啦！突然当众开撩，这叫我怎么受得了啊？毕竟我来吃你的下面，不，吃你的面，据说滋味销魂，可是一试就深深着迷啊！好香哦！重点是这个辣椒，椒麻香。这个会肚子饿哎。它最好的方式就一口面一口肉就一起。我们每天的员工餐就是这个。面条是选台东的拉面，所以是每天新鲜冷藏送过来。哦，真的？对。好，看这个。
米干堡，试试看，它的味道酱汁比较特别，应该很少吃到这样的酱汁。你们是有加中药的？我们是自己卤的牛肉之外，它的酱汁里面我们加一点醋，所以应该会可以解。吃肉的时候比较明显那个醋的味道，但很香哎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难怪人家会说，认识一个地方，从吃是最快的途径。你不仅可以从一碗面看到一群年轻人的用心经营，更能透过在地的渔民料理吃出岛民的日常，以及品味出不一样的绿岛生活。